就是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比较好。然后我到现在还在穿，发现了几部比较好看的剧。Hello， 大家好，我是丽丽，欢迎回来。我本来想要直接出门的，但是既然它现在在下雨，那我们就聊阴个天，然后再出门吧。欢迎大家来到英国的夏天，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英国的夏天。就前2天就有下2整天的雨，然后下完了之后又晴2天，昨天又有一点阴天，今天早上又下雨，然后现在又是晴天加下雨，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状态。但是不过还好，整体的气温基本上就是10到20度左右。我基本上就是穿多的时候就2件长袖，少的时候就是1个短袖加上1个外套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讲还是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天气，但是问题就是我没有想到英国会热到要一直穿短袖，所以我就没有怎么拿短袖。我就准备今天正好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可以出门稍微逛一下街，然后来买一点短袖。我昨天晚上有稍微看一下，就是我想买那种打底的短袖，就是可以去 office 的时候穿在衬衣里面或者穿在西装里面。然后再买一个可以睡觉的时候穿的短袖和一个短睡裤。所以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下之后，发现我今天可以去 H&M 或者去 Primark 看一下，比较有目标之后，今天就不会出去漫无目的的来逛街。说完了今天的计划，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状态。首先是之前有讲过，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我到底在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它其实不算是一份实习，它更像是学校和企业的一个合作，然后我的角色就是来利用企业的一些数据和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些策略，来分析哪些好，哪些不好，并且提出改进的建议。我现在在的部门叫做 Employee Engagement， 它其实是算是 HR 里面的一个比较小的 team。它这个 team 一共有8个人，然后每个人都会负责不同的类别。我跟的这个人呢，他就是负责 well-being， 然后我学的就是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所以我相当于是帮助他来处理他们每年会做一个员工职场心理的评测。然后他们会让员工来根据各种 statement 来打分，也会来写自己的评论，所以我会根据这些数据，然后来对比今年和往年的数据，再加上看到他们评论里面写他们希望公司改进的地方，或者他们觉得公司里面存在问题的地方来进行汇总，然后经过我的研究之后来提出一个解决的方向。因为我毕竟不是专门来做策划的，所以我不会来提供一个非常具体的改良策略，只提供一个方向，或者是提供他们说哪个地方是真正需要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我觉得整份工作来讲，它其实不太算是个工作啦，因为它主要还是来针对于对我的论文来进行一个辅助。所以其实我的 manager 他不会给我很多的任务，他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公司可能在 well-being 方面需要什么 support， 然后让我来帮助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到他们的 support， 然后同时这些资料又可以对我的论文提供帮助，所以我每天其实都是一个在做研究的状态。因为这样的话就让我感觉每天都可以学到新东西，而且我的工作时间是非常的灵活的。虽然他们基本上早上都是9点或者是6点之前就上班，然后领导也没有规定我到底要几点上班，但是我还是每天早上都规定自己到9点上班，就让自己的作息有一个比较好的作息。就是早上9点上班的话，基本上你就是8点之前要起床，然后稍微收拾收拾，可能吃点东西啊，然后就要准备要上班，而且晚上就也不能睡太晚，所以我最近的作息也比较好，就是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比较好，因为每天的工作都可以学到新东西，而且每天只工作3天，有比较灵活的工作时间，让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是我对各种生活的各项的掌控度很高，不管是我吃的东西，我要做的事情，还有我的作息，就是整个都全在我自己的安排范围内，所以我就感觉对生活的掌控感高之后，确实你会感觉幸福感会提高很多。所以我最近感觉2周的状态都很好，就是每天到点就困了，就想睡觉了，然后早上也不用闹钟，就直接可以自然的醒。所以我感觉这个作息的改变也可能是让我状态比较好的一个原因之一。不知道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
就是我感觉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或者是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最近就是在朝着我自己想要的方向来努力，我就会感觉每天都很有希望，而且状态也会很好。就是这件东西，就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现比较重要，因为之前就是一直按照家长或者是长辈说的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应该去做些什么事情，你应该在多少岁之前达到什么样的成就。但是后来长大之后，或者是你认识了很多人，学习了新的知识，你就会有自己新的体会，就是不一定要像别人期望的你应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是要找到自己喜欢和适合自己的生活。希望你们也可以慢慢的变成更好的自己。好啦，说这么多之后，现在外面不下雨了，我们就出门逛街。你们看，现在每天下午的太阳多好！我刚才因为用自然光比较好一点，我就没有拉窗帘，然后我的相机就被晒得有点热，对不起它。我最近出门都喜欢拿这个我自己勾的包，就是它其实很能装，我装了这么多东西，有一个手机，一个粉饼，钱包，还有给鸟的食物，还可以装我的钥匙，还可以装一个耳机，然后再装我的购物袋，就是这样，既美丽又防盗又轻便。今天的 OOTD， 今天穿了么多东西，因为想说如果要是裤子的话不会那么麻烦。你怎么今天在这里 ？Hello， 哎呦，今天的风有点大，可能会听起来有点吵。嗨，你看，他每次都是看到吃的之后先去埋起来。先吃一颗之后就挖洞埋起来，然后就可以以后再吃哦，好可爱哦！买！嗨，鸽子，我来给你们送好吃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在地上啃啥呢。看哦，别下啦！啾啾，我要把底下的拿出来，因为上面是花生。啾啾，啾啾，你看他们一下就全过来了。感觉这次买的有点碎，就是它吃完都会有一些沫沫，下次要换一种。中国很多这种黄色、白色的小雏菊。遍地都是，只要有草的地方就有这种小花。这个季节就全都是白色的小花。这是教堂旁边的可爱商店，它周末会有的是教友的活动。这样转显示我有没有看得清吗？感觉看不太清。Shut me out, but pull me close. Kinda loving it, give me a heartache. Hold me tight, but let me go. Kinda loving it, look what you started. Turn me on, then piss me off. Kinda loving it, got me addicted. Oh, you got me addicted. Oh, I don't mind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with me, baby. I'm so down. Do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do. When you ask me, I don't care how many times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I'm just too weak to stay cool. Guess I'm a sucker for you. And I know it's complicated, but I hate being smart. So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makes me a sucker for you. Guess I'm a sucker for you.
Hello， 大家，我刚刚吃完饭之后又休息了一下，现在外面正在下雨，所以感觉比较暗。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买的衣服。首先是这件我最后在 Primark 买的，我用来当做睡衣的一件 T 恤。它其实是在外穿的那里面，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比较喜欢这种棉质的来当睡衣，但是它那个睡衣区基本上都是那种丝质的或者其他什么的，所以我就选了这样一件来当睡衣。我本来以为它这种很便宜的这个只要4磅，就是质量不会特别好，但是这个真的感觉就是版型也有，然后穿起来也挺舒服的。不过它确实比较薄，它就是这样薄薄一层的材料，但是我感觉这个也可以穿出去，感觉就是比想象中要好。然后接下来几件都是在 H&M 买的，这件是最便宜的，这件只要3.99，就是4磅。然后它也是那种比较薄一点的，就是可以做打底来穿。然后它大概就是到肚脐下面是一个正常长度的一个 T 恤。然后它除了这个颜色以外，还有像这样的颜色，只不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款式。另外这一件就是比刚才那件再稍微要紧一点，然后再稍微要短一点，就刚好到肚脐这样子。然后这个料子也稍微比较舒服一点，比较有弹性一点。这件是6.99，也就是7磅，也可以作为打底穿，或者是直接单穿下面穿那种阔腿裤或者牛仔裤都会很好看。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棉麻材质的一个直筒裤，它其实你说它有点显胖吗？确实我觉得有点显胖，但是它真的非常舒服，就是它是那种有垂感的，然后它就是直直的垂下去，而且它这里的腰这里，它除了是松紧以外，它还有一个绳，就是很适合调节。因为我的夏天的裤子基本上都是牛仔裤或者是紧的裤子，我就觉得需要这么一条稍微宽松一点的裤子，就是如果我想去个公园或者想去野餐什么的，就是穿一个长的宽松的裤子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之前在 B&M 有看，它那个就是运动裤的材质，然后要30磅，这个是棉麻的材质，我觉得更适合夏天一点。然后这个是22磅，然后有新会员的打折，就是打9折，大概也就是20磅，不到20磅的样子，所以我还是买了。感觉还蛮不错的，就是这样，下面是浅色，上面就搭一个稍微深色的 T 恤，就蛮好看的。简单分享一下为什么这次选去 H&M 买这些打底的 T 恤。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缺少这打底 T 恤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 H&M， 就是我在大一的时候买了一件他们家最便宜的，应该就是39.9人民币的一件绿色的打底 T， 然后我到现在还在穿，就是它洗完之后不变形，然后料子比较薄，就是很适合用来打底，在夏天穿也不会很热，所以我就比较相信他们家的质量。虽然他们家我也有买过一些稍微贵一点，但是质量没有那么好的衣服，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分品相吧。我还有一件就是今天穿的那件外套也是 H&M， 我也穿了很多年了。就是如果是品相某几个品相，应该还算质量不错。然后并且就是 H&M 的衣服其实比较适合我的版型，就是它这种打底 T 有很多的版型选择，虽然它们长得差不多，然后颜色也差不多，但是有的就是刚才那个就是稍微紧身一点，然后这个是稍微宽松一点，还有的袖子不一样的，或者是其他方面不一样的，就是它总会有一款是适合我的，这个让我比较觉得可以在一个地方就可以选出适合我的，并且还有不同的适合我的版型，这个比较方便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庆余年2》？我记得当时看《庆余年1》的时候特别喜欢，所以就一直期待有第2部。然后有第2部之后，因为我在海外，所以我就买了 Disney Plus 来看。先不说这个剧拍的本身有点一言难尽，我通过 Disney Plus 发现了几部比较好看的剧，想说可以推荐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叫做《台湾犯罪故事》，它是由4个台湾发生的真实的犯罪事件改编的，所以如果你对犯罪事件感兴趣的话，应该会比较喜欢。并且它就是3集，好像是3集，大概是3集讲一个故事，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就只看1个或者只看2个都可以。然后它里面呢就是细节比较丰富一点。
然后情节比较紧凑一点，也比较有质感。我觉得台湾的影视作品其实大部分都会有这个特点，就不会让你看着看着就很想跳，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它虽然是一整部剧，但是它每一集是换新的一批演员，就是你不会因为前一个案子里面的演员，然后他在后一个案子就是代替到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感觉很突兀。我觉得这也是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我现在已经看到最后一个案子，就我觉得整体来讲都是还蛮好看的。但是案子讲什么内容，我这里不剧透啦。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可以去查查看。然后第二个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它叫《台湾女子图鉴》。这个其实之前我记得好像是1年前，我妈有推荐给我看，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时间看。然后这次正好就是叫我看台湾犯罪故事，她就推荐给我了，然后我就点开看，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它一共就只有11集。然后每集大概就是45分钟，讲这个女生从到台北上班之后的大概好像是10几年的生活过程，就是每一集都是有一个主题的一个小故事。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只看其中1集的话，你不会觉得前后断层特别的明显。然后它本身的故事也是比较紧凑的那种，然后有很多细节，还有很多人的心理活动，可以带给看的人蛮多思考的，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点。然后这2个我感觉好像应该都是近几年的比较有名的台湾作品吧，但是我就是今天这2周才开始看。对，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真的不妨可以试一试这2部。最后一个我想推荐的其实是一个动画片，稍微幼稚点，不过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如果你是怪兽大学的粉丝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看了。它叫《怪兽职场记》，它是从2021年拍的第1季，然后现在一共有2季。它就是我们在怪兽大学里面，或者是怪兽电力公司里面看到的电力公司是通过惊吓来获得电力，但是这里面它就改成了通过搞笑来获得电力，就是里面有一个新的学生进入这家公司，然后发现了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就是它保留了很多之前有的角色，然后加了很多新的角色。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和它的电影系列是一个基调的，如果你喜欢电影系列的话，应该也很喜欢这些。The flowers of September, days that I'll remember, I'll just try to represent it tenderly. Shame on you, surrender to the system like I do. Cowardly